为何新加坡的武装部队都被部署到海外了，而不在国内进行防卫呢？说起新加坡，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很小，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领土面积只有728平方公里。也是因为它很小，所以很多发展项目都被限制了。这也促使了他当年加入马来西亚，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但无奈，由于种种的政治博弈和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因素，导致新加坡最后被开除出去了。新加坡被迫独立。虽然新加坡现在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比马来西亚好，也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但那个先天不足的领土条件，让新加坡必须把武装部队和装备拉到海外进行训练。新加坡的地不足，每一寸土地都比黄金还贵啊！如果硬要划出一大片的军训场地，或许会影响到新加坡日后的发展。人家只有728平方公里啊！所以新加坡选择支付高昂的租金，在海外租地来训练他的武装部队，也只有更多的驻外军事武装才能在关键时刻自保啊，也能达到威慑作用，避免在敌人第一波打击后就损失了所有的装备和人员。毕竟新加坡很小，没有战略纵深，不像那些大国在山里还藏着核弹，可以再进行核反击，但新加坡不行啊。当然，新加坡不是把所有的武装部队和装备都拉到海外进行训练，国内还是有留守兵力的。新加坡西部正在打造一个约20个足球胆大小的新加坡武装部队训练基地，它拥有可配置的建筑物和道路网络，可以开火还击的互动式目标。为了克服空间的限制，新加坡武装部队利用技术和建造全新并创新的训练设备。例如，多年来，新加坡武装部队还依靠模拟器来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标准。装甲部队在装甲模拟中心磨练他们自己的驾驶和炮术的技能。而新加坡空军的空务战斗机飞行模拟器允许飞行员和任务指挥官作为一个综合部队进行训练。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模拟器可以与有起伏的地形、深水区和广阔空域场所所带来的感官体验相媲美。在这些训练场所可以进行实弹射击，并且可以在真实环境对技能进行测试。所以，新加坡把很大一部分兵力转移到海外进行训练，其中包括文莱、德国、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等。也使其军队能够适应全球各种作战环境，还能进一步巩固与各方的外交关系。当然，新加坡在海外的驻军不像美国等大国具有军事上的目的或者是战略目的，它只是纯粹训练而已。而把他军队打伤，不要让它集中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不然人家一波打击来就可能全部被歼灭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和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关于新加坡和文莱是准军事同盟的关系，任何一方受攻击都有可能触发集体安全防卫。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谈谈新加坡为何把他的军队拉到海外进行训练呢？泰国时任国防部长 ACN Sukumbo 曾表示，无论新加坡军队在泰国哪一个角落进行演习和训练，泰国政府的军队都可以完全掌握他们的动向。意思是说，只要在泰国境内，新加坡的部队都在泰国军方的密切监视之下，确保他们不会有除军训以外的目的，这是正常的。作为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通常是不会允许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它国内。但新加坡算是一个特殊例子，因为它具有合理的理由，地也确实很少，所以值得理解，甚至是同情。而新加坡很富有，愿意支付租金和给予其他方面的好处给予东道主，所以这跟吸引外资的性质是差不多的，所以很多国家愿意接受。只要他是真的为了军训而已，而新加坡也是个小国，不具有太大的战略或军事目的，所以没有什么威胁。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试看叫泰国开放地方让美军进驻看看，看他会答应吗？如果他是答应了，那就是等于把泰国绑上战车了，避免不了有可能被轰炸，哈哈。在上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在周边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虎视眈眈之下，在国防上的投入是相当巨大的。根据2021年的数据，新加坡的正规军约有72000人，预备队约有138万人，占总人口的22%。
军事开支约107亿美元，占常年 GDP 的3至5%，全球军事排名第40名，比马来西亚高出4名，但依然落后于庞大的印尼，印尼则排在全球的第16名。但新加坡的军事现代化是东南亚最高的，其陆军约300多辆战车，坦克预计有500多辆以上，是亚洲最有条件落实决战境外的军种，自制世界一流的尖锐级登陆舰，购入拉法叶舰与潜舰，海军中的护卫舰、导弹舰和各种反潜武器一应俱全，实力傲视东南亚。空军则用空中加油机和 E2C 鹰眼预警机，这样的规模对一个只有62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来说是相当庞大的。新加坡的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因此必须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为此，李光耀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那就是毒虾理论，即新加坡要成为能够生产剧毒的小虾，既能与鱼群共处，又不会被大鱼吞掉。这实际上是强调新加坡的武装力量要保持有效的威慑能力，使那些大国不敢对新加坡轻举妄动，就算吞掉，也要让它付出惨痛的代价，让它中毒。这是新加坡全面防御的国防政策的重要支柱。具体来说，新加坡的军事安全策略具有以下的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毒虾原则。新加坡军事安全战略讲究威慑，一是让对手慑于其军队的战斗力，二是让对手慑于其全民的抵抗力。新加坡有一支在东南亚现代化最高的军队，有较强的空中打击能力和地面突击能力的精锐部队。除正规军外，新加坡还有138万预备队的队员，只要6个小时内就能基本动员起来。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经济、社会、民事、心理等诸方面的应变能力是非常强的。第二就是鱼群原则。新加坡国小人少，军队没有实战经验，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新加坡十分注重联防自保，寻求集体安全，靠集体的力量遏制潜在敌人。时任总理吴作栋把新加坡比作成一条小鱼，小鱼如果要活着，就要与其他的鱼在一起，置身于鱼群之中，靠结群来自保。新加坡的安全体系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维持和加强与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5国联防机制，这是继北约之后历史最悠久的共同防御条约。第二个层次就是推动东盟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并创造条件把东盟的合作扩大到地区安全方面。第3个层次是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以上就是3个层次，现在就是第3个原则，就是大鱼原则。既要加入鱼群，又要拉住大鱼，这条大鱼指的就是美国这条大鱼。新加坡认为美国是一条友善的大鱼，能够阻止其他大鱼在本地区闹事，所以新加坡一向支持美国在本地区保持军事权在，并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引入新加坡。如果有人想吃掉新加坡这条小鱼，除了要考虑那5国联防和东盟2个鱼群外，还要考虑一下美国这条大鱼答不答应。如此，新加坡就能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来达到国家自保的目的。不要以为新加坡的军队都在海外训练，以为他国内的兵力空虚就想偷袭，这跟捅了马蜂窝是没有差别的。这些在海外军队最快只要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回防新加坡了的，尤其是驻扎在文莱和泰国的先头部队，后续还有澳洲、美国等部队。时任国防部长黄永红博士曾说，驻扎在关岛、澳大利亚、印度和泰国的战斗机部署将允许在需要时快速将这些资产重新部署回新加坡。也就是说，驻扎在海外的军训的军队和武器和战机，必要时都可以回防新加坡，甚至是反攻新加坡。如果新加坡被人占领的话。近期，美国副总统、国防部长等高官的东南亚之行，都把新加坡列入不可少的站点，甚至排在头站。由此可见，新加坡在东南亚算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盟友。新加坡在世界老大的重视下，它可以借此提高它在东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这次美国副总统的新加坡之行是在新加坡的空军基地降落，而非常规的国际机场。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也很明显，新加坡在南海并没有领土诉求，但也不难看出新加坡在此议题上的频频发言，因为它是东盟的成员国，也是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如果新加坡在此议题不作为，
可能让美国转变态度，进而更加的力捧越南，这对新加坡来说是不利的。别忘了，新加坡在东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源自于美国的鼎力支持。也就是说，谁敢动新加坡，就跟西方过不去。嘿嘿，吓到了吧？所以你怕了吧？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你订阅、按赞和打开小铃铛分享，我会每周更新哦。如果你想看新加坡和文莱的特殊关系，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看上一期作品。好，我是尼克斯，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订阅哦。